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10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2月17日开始啊。这一天呢是星期五下午4点05分，这是真新活动的第16天，从2月2号开始。他昨天晚上没有打电话来，不过今天早上一位护士替他打过来，真似乎的打火机用完了让我带一些去病房。我们短短的进行交谈。早餐以后，我花了半个小时再回圣诞节的贺卡，这已经是2月份了才回圣诞节12月25号的贺卡。那将必须采取某种像那些专业系统一样，以便能够追上书迷们的来信。虽然我们非常高兴收到那些珍贵的信，如果人们不在意我们是想做的事情，我们又会在哪里呢？但回信仍然花掉了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做这本书的时间就是他还是希望读者来信，但是呢他又担心确实会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今天早上真去做了水疗，做得还不错。他的手臂和手仍然在动弹他以前是不能动弹的他也说，在左脚的脚踝处有一种新的动态，像是一种滚珠轴承。虽然也许他看来不像是一种不同的动，他仍在用那个 Bactrim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治膀胱炎的药抗生素。他的眼睛仍然相当红，他试图读昨天的课却做不到。在2点45分我读给他听，当他吃完一顿好的午餐之后，3点钟在我读完了那节课，尤其是最后那部分，即我关于我自己反应的笔记以后，真对那个很不安就是就是罗对真的那个反应就对真这个恐惧一直去不掉。这个罗是有很大的这个情绪的。读完之后呢，真就很不安。他告诉我，昨天我在那儿的最后1个小时，他实际上非常的忧郁他也非常的害怕。咳痰表示他要得肺炎了，他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由一个护士那儿今天早上说的一些话收到了那种暗示。我说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而是他对这句话的反应才重要。我希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对别人的话在暗示其反应的阶段但是真显然没过去。我说在昨天的课里，我明白地表达了我自己，以便他知道我的感受。对我提到与他的症状相关的任何可能的转世关联，今天真没有评论。而我说肺炎的想法是完全另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真说，昨晚在我离开之后，他的忧郁几乎神奇地消散了，而他觉得很好，也睡得很好。我说也许他已经学会如何削短忧郁的时间。我们终究学到了一些事情的征兆。我刚有个丑陋的想法，我说这全身关注在避免负面的暗示，令你甚至对他们更敏感。真说他有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是罗说的这种全神贯注在这种避免负面暗示，反而会令他们更敏感。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白熊的这个暗示一种实验就是告诉这个受试者心里不要想白熊他就可以结束这个实验。可是这个受试者有了这个暗示之后，其实白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老想着白熊这回事就是你有时候越避免想什么东西，或者越避免受到什么暗示其实有时候那个暗示反而会更强烈这是正常的非常对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们经常要讲的就是不要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这种想法不要有什么是正面的，什么是负面的。当你关注在正面的时候，负面的东西也会过来。当你避免负面的东西过来的时候，它反而会过来的更厉害这就是在真身上发生的事情。真说他也这么想今天自从我到了这个病房之后，真咳的就更厉害了，并且拼命的擤鼻涕。房间里没有暖气，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它没有调节器没有从调节器传过来。3点08分，当真涂上口红并照了镜子之后，我读了2月1号的课给真听。他抽了一支烟，然后我读其他进来的好课给他听。其次，我描写我昨晚生动的梦。
这个梦是珍和我仍然开着我们老的黄色的卡迪拉克的一个敞篷车。在梦中，珍走路是正常的。当我们在一间当地的酒吧中时，两个青年人偷了停在不远处的那辆车，就把他们车偷走了，开去兜风。我走到外面去取车，想开车回家，却发现他们不见了。我叫了警察，也发现酒吧里的一个青年人，他知道偷车的那两个人，但却不敢告诉我他们是谁。最后警察找到了车，丢在离此段一段距离的地方，但没有受到损害。我对整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发誓非要找出是谁偷的不可。我告诉珍，那个梦几乎像是在练习探索一个可能的实相似的，如此的真实。3点47分珍的体温是99华氏度。珍说，自从她在近来开始下降以来，这是最高的一次了。她变得有点冷。我建议说，如果她要上课的话，就上课，然后我们可以要职员叫一个维修人员来修暖气。珍有时仍然咳嗽和擤鼻涕。我看了看信，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现在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赛斯过来了，他说：“赛斯午安。”他说：“我想要提醒珍在过去给过的好几次的一个资料这以前说过好多回了。当一个写书或者写诗的点子出现的时候，珍立刻就将它调准频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猜测会涉及多少元音和音节、字和句、段落或者页数，他视为理所当然，他的意图将被执行。那是自然的创造性的运作方式，而他曾提供给他许多很棒的书和诗。赛斯的意思是说，当鲁伯或者珍当写一首诗或者写一本书的时候，他马上就全力的投入进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多少字，要用多少音节去完成这首诗或者这本书，他只是全力以赴的去做就行了。然后最终这本书或者这个诗集或者这个诗就完成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创造性的就形成了。然后赛斯接着说，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不会以阻碍的物的方式去想，万一有什么阻碍物时，他都将它推开。当他创作书或者诗的时候，真是不会考虑到有什么会阻碍他的东西，如果有阻碍的东西，他就一把它推开，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他去完成这件工作。然后赛斯说，切说真的健康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他不必好奇必须启动多少神经或者肌肉的阶段就像写书一样，你不用担心会写多少段落、多少章节、多少句子、多少单词。你的身体的恢复也是一样，你只要想去恢复，去完成它就可以了。你不用想要经过多少个阶段肌肉要怎么一步一步的恢复，身体要怎么一步一步的复原，你不用想这个过程。就像你写书的时候，你也没有想这个书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完成的，你只是去写它而已。他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完成了一本书我们知道赛斯资料每一本书除了一些个别的书是比较短小的以外，大部分书都是大部头的，而这些书对任何人的创造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更何况珍自己还写了很多的书，包括小说，包括什么塞尚的这个艺术观这个什么那个威廉姆斯的这个哲学家死后的世界观等等，这些书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事情，但是珍都很轻易的把它们完成了你想他在短短的21年里头，他除了传递出来整整31本赛斯资料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整整31本赛斯资料像《健康之道》这样的书传了31本出来，他还自己写了将近我不知道多少本，我没统计过接近20本的小说、诗集随想，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威廉姆斯和塞尚的这种
你想想，他在20几年的时间里写了30多本，将近写了40多本，将近50本书啊，仅仅21年的时间啊，基本上是不到半年吧，半年多一本吧啊，半年多写一本书，半年多写一本书，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啊，尤其是到他了后面几年，身体还受到了很大限制，自己打字也受到了困难啊。但是他一直坚持，直到自己不能动为止啊。一个20几年能写40多本书的人啊，他是怎么完成这些书的？赛斯就用这个真最擅长的地方给他举例子，让他明白他的身体的恢复就像写书一样的自然而简单，而不用关注中间的过程啊，你也不用担心将会涉及多少时间啊。写书的时候从来不用担心这个。另一种说法，身体是一本活生生的书，在每个当下被制作出来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的身体对于真来说，就像他要创作的书一样啊，被每一个当下创作出来。所以说真只要安住在当下啊，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抱有非常坚定和笃定的信心啊，只要做他自己开心想做的事情，他的身体就会像书一样奇迹般的被制作出来，创作出来啊，非常好的啊，非常容易的就非常痊愈了啊，但是真显然没有这样做。他非常担心身体怎么才能一步一步的恢复过来，就像我前2天讲的那个课里面一样，当他坠落悬崖突然想康复的时候，发现已经滑落得太远，当他在想我要怎么爬上去的时候，这个爬上去的这个艰难的这个路程把他吓倒了。赛斯这次再次过来给他打气，说你不要害怕啊，这个回程的路程有多么艰辛，你只要坚定自己是可以回去的啊，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很快就会康复的。他说再一次的，他可能看来过于的简单啊，身体可能会简单，是用血和血球、关节和韧带、肌肉等等组成，而不是用音节、子音、字或者是句子，借由相应的方法，在身体上将以健康和活力写成身体的健康啊。赛斯的意思还是用书在做比喻，你写书的时候其实远比你身体的运作要复杂，因为身体的运作基本上都是自动的啊，自动在运作啊，细胞也好，肌肉也好，不需要你做太多的额外的工作。人的康复或者疗愈也是自动的，而写书不是，写书你要去遣词造句安排段落规划所以说当然书也是一气呵成的，那这个时候身体也是一样的他就说你在用书写句子的方式，用你身体的各个组织来书写你的身体的健康用健康活力写成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当然赛斯就离开了，赛斯说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然后罗赶紧问，他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赛斯说你可以问。他说你对我昨天下午的那个梦怎么想的，就是关于我们在梦里头收到了100万美元的事情。赛斯说你们俩的诠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意味着让你们想象的比你们想象的远较多的利益正在加在你们的户头上账户上，意味着丰饶，而且不只是以金钱的说法而已就是你会得到很多很多，比你想的还要多，但它不仅仅是财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他说是的，但是我昨晚的梦又是什么呢？关于老卡迪拉克被偷的事情。然后赛斯说休息会儿我们再继续，因为赛斯好像显然不知道这个梦在4点18分，当真在抽烟的时候，我读了我在每日笔记里记下来的关于那个卡迪拉克的梦给他听，因为他记不清了，其实他也是读给赛斯听的，否则的话呢，赛斯还要进入罗
昨天的梦里头啊，才跟他去做分析。所以说罗为了省事儿啊，就直接读给真听了。然后赛斯就说啊，车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他说车的梦代表着当你们有那部车的时候，你们的信念啊，就是那个车就是你们的信念啊，这是你们的信念。然后呢，那些信念呢带着你们去兜风。你们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些身体啊，这些你们两个人，你的肉体啊。车呢是一个载具啊，车在英文里头是载具的意思啊。所以那个爽快代表你们自己的一部分啊，兜风代表着爽快，你们自己一部分是爽快的啊，开着敞篷车去兜风嘛，是爽快的啊，去酒吧喝酒也是爽快的。在梦中你又相当的生气，因为那些信念的确将你的生命载具，就是你的肉体，自你的手中拿走了。既然在过去你没有认出那些信念是你自己的这几句话是非常有玄机的。他说你没有认出那些信念是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的信念就那个车就是你的信念，信念带着你的身体四处兜风，让你很爽快你没有认出那些信念或者让自己爽快的那些信念是你自己的。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有可以让自己爽快的这种天生的信念，但是你没看出来它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你认为那是车带给你的直到这个车被偷了，你就着急了，你说我要把这车找回来这时候你才认可这个车是你的因为你天天开的时候你已经忽略了这个车所以说你就开始找这个车，在最后那个车还是被交还给你了那个车或者叫那个载具交还给你了。对，然后那个梦就显示你现在了解了那个梦概述的过程了，就是交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了。懂得了什么道理就是了解那个梦的概述的过程，就是懂得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那个信念就是那个车是那个信念的一个象征。我们人就像被这个信念所带着我们人是被信念带着走的，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觉知，我们是被信念像车一样带着我们到处跑，而我们并不认可那个信念是我们的我们就好像坐在一个透明的车上一样，被车拉着我们一会儿去这儿感受一下，去那儿感受一下，去这儿体验一下，去那儿体验一下只有当这个车没有的时候，你才发现我怎么没有了车，也就是你发现你的信念原来是你自己，而且是如此重要的是它可以带着你到处去兜风的赛斯对这个梦给了罗这样的一个解释然后呢赛斯就离开了，然后真说是我，他就回来了他说谢谢你他对已经离开的赛斯说。4点28分，我告诉真，赛斯对车子的梦的分析非常棒是的，确实是位于真床头那个杆上的这个输液袋已经空了把这个袋仍然滴到塑料管里头，再次进入真的右臂。我觉得冷，但他还是不要盖任何东西。你看，罗觉得冷但是他还不盖任何东西这时候真有可能就会着凉和感冒我们知道在输液的时候，人的体温一般会下降的，因为液体的温度本来就比较凉，进入我们正常的身体的36、7度的这个血液当中，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温度的这种降温的作用。而且这时候如果它暖气又坏了外面又很冷的话真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后面就感冒了当我小睡的时候，他说有个维修人过来调整了自动调温器，说他会带给我们一些热度，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在晚餐以后，我读此节给真听时，那个暖气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在7点10分离开时
啊，暖气还是没有好。真还不知道，就在今天晚上的邮件里头，信里头有一封还是这个莫德的信，里面包含着$600的支票啊，是给真的医院基金。我并没有讲这个数目和我的梦啊，就是那个$100万的梦等同。我认为，而赛斯也同意，那个梦意味着远超过收到钱的总数而已啊，远远超过那个总数啊，而且不只是钱，还有其他的那个丰盛等着他们啊。它是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梦，而我很高兴我做了它，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欢迎那笔钱啊，他也是欢迎那笔钱，只是说他会有更多的钱啊在来的路上啊。然后他就说好睡，真我爱你啊，这一节就结束了。那我们看1984年2月28日下面这一节啊，这一节呢就是个流水账啊，没有什么可说的。星期六第17天，左坂真打电话来啊，忘记告诉黛比哈里斯来访问他，来探访他。天气比较暖和，华氏50度。今天早上已经打完了《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5章了啊，他把第5章已经打完了啊，非常的不容易啊，仍然在输抗生素，暖气已经好了，但是因为温度比较高，他就给关了。窗子是大开的，真的午餐吃的还好，脚仍更好些。口红和镜子。2点49分，真要求昨天的课，但没有读它，我读了，他咳得厉害。3点14分，读给莫德的信给真听。4点啊，仍在输液。4点10分，量体温98度。4点45分，翻身按摩。5点10分到5点55分，小睡，真不用这个抗生素了。6点晚餐。6点20分，香烟甜点更多。咳嗽与擤鼻涕，我问他是否着凉了，但他没有否认，反倒说不知道。6点45分，香烟电视。7点祈祷。7点5分离开啊，去超市买菜啊，这一天啥事没有啊。然后到下一节，1984年2月19日，星期天下午4点12分啊，下午4点23分。真昨天晚上打电话来，他说他打瞌睡打过大半的电视节目，他几乎从来不会这样啊，在看电视都睡着。当我去病房的时候，天气又很暖和，是华氏44度，他关掉了房间的暖气。今天他咳嗽比较好，他说他的眼睛很难受，已经发红，虽然发红已经消了大半，但是再次的他的脚看来好多了。他仍在注射这个消炎药抗生素，而体温一直正常。我的怀疑是他的受凉和其他的症状抑制，自从他在2月2日发动了第一天的这个方案开始，也就是他的新生方案，我们曾在他的心里设下了一些抗拒。今天是那个方案的第18天，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有一阵子将课的健康问题面向减到最小。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在课里老讨论健康问题啊，不要赛斯一来就除了真的健康就是真的健康问题啊，他说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内容啊，不要老说这个啊。就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啊，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真的症状啊，确实啊，他现在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啊，在牢牢的抓住赛斯啊，就是希望赛斯能够给他很多的肯定，说他身体在好转，说他没有问题，说他怎么样啊，他在这时候的心态啊，非常的跟普通人的心态一致的啊，他就把赛斯当成一个半仙啊通灵的人一样啊，就希望赛斯给他一些确定的说法啊，就像我们算命的时候希望算命的人给我们一些好的说法是一样的。然后赛斯给他真正的那些有帮助的那些建议呢，他就不太愿意做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前面我们都分析了很多了，不再说那么多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点，而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如果我们太多的关注在健康问题上，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这个观点我们也谈过很多次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做你好了以后想做的那些事情，对未来的畅想啊，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啊，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创造性的事情本身是带有疗愈作用的啊，但是真也没有做太多啊。
真吃了一个比昨天要好的午餐啊。他所谓的好的午餐就是吃的多一些啊。他这个所谓好坏的意思就是，其实医院的午餐都差不多啊，是标准的套餐啊。他所谓好坏就是真的胃口怎么样啊。之后他抽了一支烟，而我拿出信来回，真涂上口红，照了一下镜子。当时间过去时，他的咳嗽和擤鼻涕更多了。卡拉量的体温98度8。5分钟以后，潘妮给他挂上了另一个抗生素。我写回信，直到真上课，到那个时候，大半的药都被吸收了。这时候应该叫蚁人准备来换停止了，但是罗没有叫任何人来，他想把课上完再说。真咳得那么厉害，以至于他说他希望能撑过去。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他可能过不去了啊，就是他觉得可能快挂了。现在窗子已经关起来了，而暖气已经打开了，风变得很大外面变得风很大，而我想可能意味着另一场寒流要来了。现在赛斯就来了，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今天一定该复习第一天给的资料了。他说今天不能再拖了再复习了，因为中间昨天他们没有上课，也没有复习平常他们复习的时候也不多而赛斯反复强调一定每天都要拿出一点时间来，哪怕10分钟来重新复习2月1号那天的课就是健康是自然而简单而轻松的然后赛斯接着说，身体有许多方法加速他自己的抵抗比如说咳嗽这样的，所谓的普通的感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另一个时候，你将对那种机制说的更多些我将对那种机制说的更多些。那么可以说，身体现在是全力的向前冲，正在头颈肩膀上努力，以进一步强化手臂和手指头，所以眼睛暂时的症状就比较严重这是赛斯说的赛斯说身体很多时候会加速他自己的这个抵抗就是他加速，然后他的身体就会有抵抗他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的意思就身体在加速的康复的时候或者疗愈的时候，会有一些抵抗会出现他举例子，像咳嗽、感冒这些都算他说你的身体正在全力的往前冲正在加速恢复，所以说这些抵抗就出现了咳嗽和感冒。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的肌肉要重新调整，他的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都要重新康复的话，都要重新调整。这种重新调整就会带来身体上的这些变化事实上我通报自己已经到达，只是让你们知道我的确是在场，并且是可以接近的，而我也在做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调整。鲁伯并没有眼睛瞎了的危险，或者任何其他危险的状况。祝你们有一个早的晚安。确实太早了4点28分，我假定那意味着我要再读2月1号的课给你听。我对珍说，然后珍同意了。我以为那一刻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所有不舒服的起因。我补充说，我注意到现在珍和赛斯两者都承认他的确是感冒了，就如我昨天问他的他确实感冒了。记得我几年前曾经常说的吗？我突然问道。那个时候他出自我们的私人课资料。这句话是当事情变得更坏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在变好这是中国经常也常说的这句话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意思真说他今天早上还想到他想到类似的意思。我已经有好些时候都完全忘了这句话，意思是好多年了。当我读这节课给他听的时候，我再度被赛斯用瞎眼这个字吓到了，而真承认说他由于眼睛的麻烦，他一直在担心自己会失明。我笑出来了，是由于不相信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非幽默不是幽默他就是觉得真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有一天真还害怕他得了肺炎呢。我再一次怀疑，真的这种恐惧的循环何时才会结束？然后罗说：“饶了我吧！”罗受不了了啊，饶了我吧啊，就是别放过我吧啊！你这恐惧没完没了了啊！一会儿担心自己得肺炎，一会儿担心自己会死掉，一会儿担心自己眼睛会瞎了啊！你这种恐惧，这个罗说我拿你也没办法，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罗是这个意思啊。我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说，你看是半开玩笑，那还有一半是认真的啊。今天当赛斯说事情正在全速进展的时候啊，罗还是挺惊讶的。为什么惊讶？因为他觉得真在原地打转啊，身体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因为他的信念恐惧仍然没有去除。就在晚餐前，我告诉珍我昨天晚上的梦涉及了比尔·加拉格，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舞台表演者，而我自一个舒适的照明很戏剧化的戏院包厢里的座位，居高临下的在看着这个演员。比尔在表演中途掉了一只鞋，由于挫败而停下来了，他的节奏被打断了。他无助地站在舞台的灯光下，穿着色彩鲜艳的舞台装，像一个喜剧演员的样子。有人可能搀他离开了舞台。我相信这一幕以前他曾有过相似的插曲，当一个意外阻止了他的表演，而他结果又变得挫败而又困惑，但是我记得不够清楚，无法描述。让我们看下一节啊。1984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4点27分，这是真活动的第19天。他昨晚打电话来我告诉他，我给两个捐款者打了电话。早餐后，我打电话给银行，问他们今天开不开门，因为我想替真的医院基金账户开一个账户但是银行因为华盛顿纪念日而关闭了。我回了半个小时的圣诞贺卡，然后开始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这本书的工作。今天比较凉，我离家去医院的时候是华氏39度。真由水疗回来之后，他的主治医生来检查了真的褥疮，他停止给他抗生素了，而要他吃更多的维他命 C， 就维生素 C， 以便使他的尿更酸一些。他建议真也开始右侧他，真的脚又看来进步了，他的咳嗽和擤鼻涕多少减轻了些，他的体温正常。他吃了一顿清淡的午餐，虽然他的眼睛看来较好，但偶尔无法看清电视上的面孔，而稍后根本无法读昨天的课。这个真的令我非常不安，这是真说的。我以为当你好些时他会显出来，我说我也一样，他回答。我俩自从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仍感到很困惑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赛斯在前几天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解释但他们俩说他们还是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困惑因为赛斯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了我告诉他，我昨晚又有一个梦，关于我们搬回西华特街458号，但是我想不起来了。这随之触动了他自己的记忆。昨晚他有好几个他回想不起来的梦。3点26分，我读昨天的课给真听，他惊讶地告诉我，我在其中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忘掉一些对于健康问题的这个灌注。正是他今天早上的念头，他对眼睛的事儿仍颇感不安。我也一样，虽然我不认为他的眼睛有任何问题。3点45分，卡拉量了真的体温98度4。我读了2月17日的课，就是关于健康上的阻碍相对于他写作上的极端自由这两个对比让真能够理解他的身体康复就像他写一本书那样自然而简单。我开始整理回信4点09分，山农拿了一些冰激凌里的维他命 C 给真，他的主治医生要他一天吃4次。当真上课的时候，病房的暖气是关着的，而窗子是打开的。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赛斯说赛斯午安。
他说鲁伯太过于努力了，一段新决定被一段忧心的怀疑伴随，并非是不寻常的。他在说为什么真自从2月1号开始听了那个课之后，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以后，他的身体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赛斯说，你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开始一段新生活，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忧虑的或者是怀疑的，这是正常的这种犹豫和怀疑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形，放松是适当的情况是如我所说的这放松是需要的就是当你不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开始新生活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放松我让他想象自己读一课就是让他想象自己可以读一节课，就他说他的眼睛问题，他俩都说眼睛你读不了课了嘛，他说让真先想象自己可以在想象中读一节课或者你大声的赞叹他读的有多好这都是想象记住这都在想象的里面做的练习不然要他尽可能的忘掉他关于视力的问题如果他做不到这个，就不要想视力的事儿，而他的确在将纠正他自己，他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不用管他他要么你想象自己在好好的读得很好，然后罗也在表扬你，要么你就忘了这个视力的事儿在这个方向还有更多的资料，而我一定会让你得到这些资料的得到它。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这个同时我的确加快了那些有助于疗愈你们的一些坐标然后赛斯就离开了。然后他说谢谢你。在4点32分，当真抽一支烟的时候，我读这节课给他听，赛斯至少证明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告诉真赛斯答应给更多的资料的许诺通常都不会做到在这一些课里头以前都会做到但是也不是100%都做到但是在最近的这个健康之道的课程里头，赛斯说过很多我会给你一些资料，以后会给你的，但是都没给然后罗呢其实有点抱怨他说我觉察到这种说法他说这些补充资料呢从来没有传过来。我说要不是我必须保留一个单子就是问题，就是赛斯曾经答应过要传递过来的内容的话，而不断的提醒真找他要那些资料，不然他就是记着那些例子，而我无法像他会那样做。罗说如果不列个清单的话，真早就忘了尤其是他往往甚至根本没有读我打好的这些课，而只听我读给他的那些，所以我已经停止向他要那些答应过要继续给我们的那些资料了不再逼他了。我知道那些资料就在那儿，但至少在某些例子里，如果我们能得到它，会非常有帮助的就是罗还是想得到那些资料所以他发了一些小牢骚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2月21日星期二下午4点40分。今天是真的新活动的第20天。他昨晚相当早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给他买了一种不同品牌的液体维他命。今天早上我再次回生产邮件，并为印刷厂做完了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5章的这个标记。我结束的早，以便我有额外的时间为真在医院的支出开一个银行账户。但是你知道吗？电话铃在11点55分响起，是医院里面管社会服务的某个人他要知道最近的消息是什么最近有什么情况有什么进展。我告诉他我们在尽所能的在做。我并不能完全听懂他说的，因为有些医院的专业的保险的相关的术语美国的很多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的人不是说你会英语就能听懂的。他会英语也听不懂他说我听不懂不能完全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有关医院的病床的以及他一直告诉人们的是，
这个人告诉罗说，他对他必须要告诉人们的事情吓到了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巨额的医疗费用啊等等的啊。我告诉他啊，珍和我已经被吓很久了。你看到这个话啊，珍和我已经被吓很久了。然后他说他了解，我解释我如何必须放弃担忧，以拯救我的神智啊。他跟他说为什么必须要放弃这些担忧啊，来完成一些工作。他真的有一些消息，比如保险公司要求珍提供更多的照料的更多的记录啊，就这个小插曲，其实小插曲也反映一个现实，就是其实珍和罗已经被医院的巨额的医疗费用啊，其实啊吓坏了啊，其实很担心，但是他们必须采取一种心态来调整自己，以便可以在照顾珍的同时开始他正常的工作啊，包括以前书的出版和新的赛斯资料的传递啊。他们俩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的啊。他说我的确在银行停留了一下，并为珍开了银行账户啊。珍今天早上去做水疗，她的眼睛看来没有那么红了，但他说他们令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试着忽略他，在一顿比较好的午餐以后，他还是无法读那些课，所以我在3点18分读给他听。我忘了在我的信封里插入新的来信，以便这个下午回信。不过我的确找到了其他2封忘掉的信。如果我住在离医院没那么远的话，我就回去拿一些信啊。我懊恼地说啊，就是罗写好了回信，想带到医院啊，放在信封里发出去，结果他没带来啊。我就知道你会那样想。珍说，他的脚再一次的好多了啊，而他不再那么经常咳嗽和擤鼻涕了。我读课给他听，第一次在我读赛斯资料的时候，珍睡着了，因此当他惊跳一下醒来，我再读给他听。我猜在一阵子的感染之后，他需要那个休息。珍以前从来没有在罗给他读赛斯资料的时候睡着过啊。3点48分，林量了珍的血压，山农量了他的体温，98度6，非常完美。然后戴安娜将珍每天吃的4次的额外给他的维他命 C 的冰激凌拿进来啊。窗子关上，但再次的330病房里没有暖气，纵使借由换了调节温度器，它已被固定了。赛斯的开场白无疑是反映我自己昨天在课程结束时说的话。当我说他往往在资料上没有如他答应的那样进行到底。然后赛斯来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啊。他说赛斯午安。就昨天我提到的资料而言，关于珍的症状，尤其是他的眼睛啊，他直接来补充了啊，他其实直接来打脸罗的啊。罗说赛斯总是答应了资料也不给啊，还得我老记着找珍要啊。罗说那好，我这次来就直接不是，赛斯说我这次来直接给你啊，很有意思啊。赛斯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啊，他赶紧来了啊。他说大多数这些资料的确是在晚些时候会给你的，虽然不一定总是在同样的标题或者类别下，但是常常植入了一堆资料其中。赛斯其实在做一个解释啊，他说你找我要的有些资料，我说以后会给你，但是我不会说那某一天说的那个话题的后续的资料我现在给你。他说我会把那个内容编织到其他的一些资料当中去了啊，但是我一般都会给你的。然后赛斯做完解释的时候接着说，我特别要点名的是很不幸的，身体的行动常被误读或者误解赛斯要说我们经常会误解我们身体的行动误读和误解。身体经常清理或者尝试其自己的过程，身体会有自己清理的过程，也许借由发个几天烧然后一旦不要的东西被烧光了就是那些病毒细菌可以这样说，它借此来降低温度了，就自动的回到正常了。某个时候它可能积蓄尿液，也储存矿物质，而在另一个时候仿佛排尿就过量了。它指的还是真的问题不过当身体基本上不被信任的时候，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危险而可疑的。鲁伯的感冒
讨厌的眼睛，全部与下巴、头、肩膀、手臂和手的不寻常肌肉的活动有关。赛斯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人们误解了身体，身体在清理或者是调理康复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发烧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这个是正常的确实是这样的发烧有助于清理身体里的病毒和细菌然后当它恢复正常以后那些细菌被杀死以后，它就恢复正常了他说包括眼睛的那些不适，是因为你的这些肌肉都不正常，然后要恢复过来。那这些肌肉因为离眼睛都太近了，它们都会影响眼部的肌肉的，因为眼部肌肉太精微太细小了。你的头部肌肉的调整也会影响眼部肌肉的。以你们的说法，那个症状会改正他们自己，而眼睛的肌肉如所需要的更有弹性和更可伸缩他们会改正他们自己的不用管它他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他的脚也回到正常的颜色了，他的尿液也都清净了。他再次给真肯定，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赛斯离开了。他说赛斯谢谢你在4点47分，当然赛斯资料是令人安心的因为给了他一些肯定的答复，而我相信他他相信赛斯资料，尽管那一切我想真也相信他因为只要说好的他们都相信他所以如果你遵循他的东西你要遵循他的东西，晚餐后当我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你就不会接受这个抗生素，而身体会照顾好他自己这就是罗对真说的他说你如果相信赛斯的话你要遵循他的东西的话，你就不要接受抗生素那个也表示在中途真也不会太过于努力，就你不用太努力，轻松不费力的原则，身体会自我疗愈的真有时候太过用力了对，他前面提到过但是呢他跟真说，如果你相信赛斯，你就不要用抗生素了，你为什么还用抗生素呢？然后真就开始做解释甚至一种反驳，他说但是当你在医院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不同意你面对的那种治疗而且你又走不出去，你又离不开医院，你又能怎么办呢我问，那就是你卡住的时候他说那就是真你卡住的时候，我们离任何医学专业对身体像赛斯那样想，甚至像我们一样想的那个日子还远着呢罗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其实他也不想责备真是我们不应该接受抗生素，可是你已经进到医院了，你早知道你别去医院呀，你去了医院就认为你得接受他的这些治疗标准和治疗流程的，而且是一种非常强势的，甚至是以法律的方式来执行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可笑和搞笑，你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这个决定权。他呢，比如说你自己身体，你想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其他人没人敢给你治疗，他没有，这是你的自由权利，他没法管你，但是他管那些治疗你的人，其他人是不能给你治疗的。如果他没有医生的从医执照和行医资格的话，他给你治疗是要违法，要坐监狱的。所以说呢，他制住了这些给你治疗的人，所以说你只能采取这种单一的现代西方医学的治疗体系。然后呢，罗就说，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去了医院，那你不用他的方式治疗，你又能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想要的是认同赛斯理念的那种治疗方案或者那种医疗系统，可是那个还远着呢。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我们能不能在法律宽松或者允许的地方，我们建立一个自然疗愈的方法我们不借助其他的比如说药物或者器械的疗法，我们用大自然的这种疗愈的方法这种自然疗愈的方法，能否做一些尝试因为我也不是医学系统内部的人，但是我知道自然疗愈已经在西方成为一种疗愈的方式
成为一种可选项啊。但是不论在东方和西方，涉及到医疗这个问题，人类的可以选择的方向并不多啊，因为都被社会和法律和法治都给你框死了啊。所以说这里面都需要人们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啊，敢于去挑战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或者是已经需要改进的这些医疗系统了。而不管赛斯所说的不管赛斯怎么说，我仍想有一些谈真的这个极端行为的资料他真的很多行为是过于极端了就是他想听赛斯来分析真，他的意思想让赛斯来给真上课来说真不要那么极端的行为。但赛斯呢说的都比较的温和和委婉没有说的那么直接。罗呢有点不太高兴，罗想让赛斯好好的说真他的内在的恐惧和他内在的这些极端的行为是让他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比如说他害怕被嘲笑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没错，但是只要过于极端了就不好了。他有罪恶感、被攻击等全部的这些点都过于的极端。我猜想即使有恐惧纵使是强烈的也是可以的是可以有恐惧的，但是只要不要跟着他到底，就不要走到极致不要把恐惧发挥到极致，以致结果他们使人无助就是你恐惧可以，但是你不要恐惧想我是不是会死我是不是好不了了呀？你不要把恐惧发展到极致，这是罗比较对真有意见的地方真动不动就把恐惧发挥到极致，这些极端的行为他很恼火，他想让赛斯来说真因为他知道他说了真可能也不听。以较广义的说法，我甚至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将两种行为将某种行为做到极致极致的意思就是很极端的行为不过短期来看这个还不是很容易理解从广义上来说，罗说我能理解但是从短期来说，就具体的真这个人来说，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真为什么会这样干。就是从道理上我能明白，但是到了真这件事上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想法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俩的在很多信念上是并不完全一致的，甚至在很多点上是完全相反的这也是后来罗为什么又在真离世之后又一直活了我不知道多少年，几十年吧，可能到了90多岁可能才离世对，而真早早的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这里面我们不以寿命的长短做依据，但是可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对，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2章的第10部分的相关的内容这里涵盖了很多小节，这里面赛斯的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呢我们从中间仍然能够发现很多非常有益的这些洞见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健康之道的内容难度并不多，但是它涉及到了绝大部分人都关心的健康的话题，它更适用于绝大部分普通人，对赛斯资料了解的并不深入的那些人，看一个赛斯资料的这个传递者在跟病痛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有待改进，我们把它套用在自己身上，在我们面对自己健康问题和生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和改变，这是我们来学习健康之道应该能够从中学到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好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